好。那下面呢，我们这个环节的考核就正式开始了。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一些标准跟规则，就是总的时间30分钟，顺序呢就是这样交替进行。记住，我们是 vlog 新闻，我们的重点还是在新闻本身。你们如何在5分钟到10分钟做一个有深度的方案内容呢？那么我们想问，你们是除了选题以外没有别的亮点了吗？太可怕了！新闻是什么？内容为王，形式为大。每一个人每一次发言不要超过90秒钟。那你们刚才双方是不是已经定好了谁先开始？你们定好了吗？对方先来。好，那你们先开始。好的，旁征组先开始好吗？好。你们要准备好了，你们就随时开始 Q 一下冯明，他计时就好了。开始了。各位老师好，对方辩友好，我是团播组的李雨佳。我认为我们从3个方面来聊一聊我们本身的选题。首先从团播的选题本身方面，这个选题足够新，有流量，而且它会更新迭代出不同的形式，比如从之前的聊天到卖货，再到如今的选秀，所以它未来的发展是值得被讨论的。而第二方面，我想聊一聊我们新闻的产出意义和特殊性。我认为团播是情绪经济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是互动性、跟风性强且有用户粘性的经济趋势。它属于情绪经济里面有关于权力、掌控和支配的部分，所以压力性的情绪经济有许多平替，而团播直播的实时互动和选秀具有不可替代性。列论列得很好哎。最后我们想说一下我们的落地方面，我们的落地性是很强的。当我们在看一个新闻评述或者说一档新闻节目的时候，我们想在一个大的平台、主流媒体的平台想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可能想看到的是在权威平台对于一件问题的深度解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接触不到的专家、接触不到的观点，在这个地方有思维的碰撞，而主持人在里面充当一个嘴替的角色，来帮观众问出一些问题，而非说我在形式上一味的进行创新，不回应或者说较少回应观众的一些情感关切。好的，这就是我的发言，谢谢。Bravo， 对方都开始鼓掌了。哎呦，世文说你给他鼓掌。来吧，玉哥，玉哥开火，玉哥。好的，我想跟大家其实聊一个我们一开始在构思整个策划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关注的，也是我们很骄傲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结构本身意识的这样的一个构建。我们策划案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大家让所有的审片的人，或者说让制片人，他可以在短时间内了解我们想要干什么，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用什么成本、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那么从我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来看，主题、标题、片长、定位、对标、可行性、制作目的、意义、受众、亮点，它具体内容和人员分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短时间内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做什么。而在具体的节目主体内容里边呢，我们还运用到了非常明确的结构意识，不管是我们戏剧里边很常见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还是说我们用比如说经典的戏剧的理论，立主脑、剪头绪、密针线、脱窠臼，那我们通过这样非常紧密的结构呢，让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片子不仅用非常严谨的方式呈现给大家，而且我们的结构是有对象意识的，我们是有问题意识的，我们是有主题意识的，而且它是一个可落地的内容。好，这是我的内容。对面愣了。刚才对方讲到你们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你们觉得特别好，但是其实刚才对方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留意到其中一个点，就是你们有提到你们的内容是希望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播出，同时又可以在大屏端播出的。但是我觉得这2个不同的平台，它们其实中间是存在着一定小小的差异壁垒的。那在这个方面，你们是怎么去界定的呢？好问题，你们优先谁？那另外还有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非常好。我们的这个主题它是具有故事性的，很多时候人是感官动物和听觉动物，在我们听到一个东西或者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觉得这个是我们好奇的，这个点是我们想去了解的。那我觉得像团播这样的一个平台，他们同时给我们呈现的是更具有所谓的音效、妆发，然后再加上更多很惊喜的部分。新闻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随时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到，它是我们感兴趣的并且猎奇的。谢谢。
我简单回应一下对方。新媒体和主流媒体因为平台不同、播出形式不同而造成的很多的问题，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探讨了好久想要准备的一个问题。因为首先我们运用了 vlog 新闻的形式。什么是 vlog 新闻？其实从康辉老师和刚强老师在一开始做主播说联播和大国外交最前线的时候，他们就会用一种非常新闻式的视角，但是用一种非常人格化的语态来进行展现。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个表现形式既是一个可复制的路线，又是一个可以被检验的内容，也是一种可以被表达的一种形式。那么我们想，既然有这样的前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复制机会，那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不用这种好的形式来进行展现呢？同时，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兼顾新媒体而忘记了主流媒体。记住，我们是 vlog 新闻，我们的重点还是在新闻本身。所以说，我们又摊了一张大饼，同时呢，每一个上面都有它的美味。好，举例子还是辩论里比较有效的一种方式哈。他其实是有内容的，但是他说话有点绕。对，有很多大词儿把那个内容稀释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拍过 vlog。vlog 它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是真实性，是带有主观的。但我们做新闻是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客观的。哎，你看他就很精炼，很精炼，一句话就说到痛点。你如何保证你在举着个相机走进去这个工厂的时候，你保证你所看到的东西你都会展现给观众呢？我说一下，很不巧，就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就是 vlog 新闻。vlog 新闻它的什么特点呢？首先 ，vlog 新闻就是有主观性的。那么 vlog 新闻它是结合新闻和 vlog 来进行融合的一个产物。所谓的新闻，它之所以高高在上，是因为我们主持人本身他其实跟观众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如果说当我拿着手机 vlog 新闻来跟大家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主持人以第一视角带着观众们进行一系列的观察和探访的话，它就会对我们造成更多的吸引。同时呢 ，vlog 它本身还有社交属性，主持人和观众和身边的采访的对象的一系列的交流，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交方式，或者说被我们认可的一种社交方式。所以说 vlog 新闻之所以成立，它不仅仅是我们写在这个策划案里，它还有学术论文的支撑，同时呢，它也有很多新闻的案例来去告诉我们 vlog 新闻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存在，而且很有研究价值的一个课题，也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对象。厉害。谁来反驳？然后叙述结束之后，看他们怎么回。如果他们回说质疑了我们的问题，那我们这边就要你们两位，要选择一个人，要先去反驳一下他们，就是先反驳他们的观点之后，再叙述我们好的观点，不要讨论他们的话题。对，这是打过那个辩论经验的，就一回应赶紧回来，对，回到自己的己方战场。好，那我回应一下对方辩友啊，因为刚刚你说到了，其实我们并没有去细节上去说出你们到底有哪些问题，因为不说是代表我们的尊重，具体的评判会由老师们来进行分析。我们的坚定立场是我们的节目好，所以我们更加专注于说我们有多好。不是说不说你没有，是我们不说。干得漂亮。然后再回应一下你刚刚所说的结构的问题。结构，新闻是什么？内容为王，形式为大。形式是你在审片的时候，是你快速的想要向制片人提交你的报告的时候，你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但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传播。我们一直在策划的过程当中，我们想的是新闻追求的是什么，我们传播的是什么，以及通过这个选题，我们想向受众去表达的它的价值、它的意义是什么。这就回来了，回到己方的传播优势。新闻是心境发生的所见所闻，我们的选题是具有时效性的，是现在的爆点和热点，这是我们在选题上去做的一个功夫。而且我觉得选题它就是决定着这条新闻的一个核心的质量。不断强调这一点。跟热点吗？对，新闻专题，你得新的，你得热呀。相比较于对方组，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选题的热度、时效性以及它当下的话题曝光度。我觉得这个点我们是可以稳抓的。对，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式去验证这个点，因为我们一档新闻的成败，不就是选题吗？对啊。内容为王，因为我觉得形式一定不能大于内容，内容才是我们的
核心诉求。确实，抓耳挠腮呀，这是。把我玉哥说急了。我来说一下吧。就对方说的选题是不知道有没有说我们不新的意思，但是我们关注到就是现在央视网、新华社这些主流媒体在7月15号前后都发布了关于这个情绪玩具它是否存在问题这样的一个调查性报告。并且我们知道，像脱贫攻坚这一些议程性的新闻，它其实这个新闻的时间有5年多的时间，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一个新闻，这是第一个点。有做防守啊，对是的。另外再说到对方辩友所说到的，我注意到了猎奇这个词汇。我们相信我们的受众，我们相信受众是需要我们这样一种严谨的信息呈现，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受众他们是有这个辨别能力，从中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的。那我们可能就是真诚一点，谦恭一点，把我们可以收集到的所有的专业的信息以专业的态度呈现下来，并且我认为我们的节奏纵控，既然这个戏剧是有戏的，新闻的节奏是有戏的，那它就是好看的。我们有信心把它做成一档循循善诱的、丰富多彩的，并且严谨扎实的节目。而且我补充一点，我们的节目不能说。给他们了。我们没有 ，sorry。交替发言。其实我认为我们今天 focus 在的点是选题，然后刚刚你也提到了，你看过的一些主流媒体的平台，但其实我翻阅过了这几个主流媒体的客户端，然后我总结出这么的一些数据。在新浪微博上，最近的一条关于捏捏的新闻是7月22号，而关于团播的新闻是昨天的下午6点10分。上数据了。第二个我可以搜到的是人民日报的客户端。关于团播最近的新闻是7月20号，而关于捏捏最近的新闻是5月28号。第三个是今日头条，关于捏捏最近的新闻是5月28号，而团播最近的新闻是2个小时前。是2个小时前。哇，干得漂亮！谁新？太狠了，刀刀见血呀！谁新？一目了然。这种是最狠的，上数据在辩论里。这就是数据的效果。冯程朗发言都说的挺点子上的。你看啊，我对比一下啊，各个平台上一次报道你的新闻，我觉得有点超过他第一次选题的表现比较多。就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的选题，我们是首先要具备这个就是新进的一个事实。我觉得我们的选题会更加离我们更近一点，而且我们选题的受众会更广泛一些，它包括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地区，但是数据显示，其实捏捏的整体受众大约集中在3岁到15岁的小孩。那你们这个新闻，它背后的受众还会有哪些人呢？太狠了！不好意思，我来回应一下对方辩友的那个刚刚说的问题。其实我发现对方的几位辩友一直在非常强烈的去强调选题这件事情。那么我们想问，你们是除了选题以外没有别的亮点了吗？进行攻击。绵里藏针呢。其实呢，刚刚我们的这位同学一直提到了说选题，我想重新强调一下，我们这次的一个 Pre 的形式，其实重点是强调在一个新闻栏目的策划会，而不是仅仅是选题会。当然呢，针对选题，我们也会给出有力的一个回应。像你们提到的团播的这个选题，我们其实非常认可你们的选题，我们觉得你们的选题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新颖，同时具有时效性。但是呢，我们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可能在听完你们的 Pre 之后，我们觉得你们并没有特别深度的挖掘出来团播这件事情和我们的情绪经济之间的一个深度的链接和关系。这是论点的攻击了。对，原委可以。
同时呢，也没有给到我们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更多的一些启发和建议。当然，反之看到我们自己的节目呢，我们其实选择了一个比较守正出奇的这样的一个选题。刚刚对方辩友提到说，觉得我们的这个话题有一些老套，没有特别强的一个热点性。那么我们其实，在刚刚的讲解当中，也一上来就点明了我们的这个话题是一个长效性的热点话题，它始终具有一个比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好，对方辩友虽然整体的表述非常的温柔啊，但我觉得攻击性也是一点都不差。首先回应一下，其实我们一直在说选题，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选题一定是重要的，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其他的亮点，而是因为我们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先说。接下来我相信我的各位的同事，他们也会依次的去论证我们其他的一些亮点。那我就要说到第二个亮点了，就是新闻的价值，因为新闻的价值就是能够体现出我们在前期策划到中期播出到后期传播，它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整个节目的完整性以及它的意义和价值感，最终去看这条新闻它到底有没有价值。那团播这个事情，我们如果能够通过新闻的形式让更多的人看到它，我们就能够让这件事情形成一个更加正向的循环，它能够更加的规范化，能够更加的合理化、精细化，也是从生产到消费的这个循环，去以消费倒逼生产，让它向着更加精品化的内容去发展。当然，团播一定是有好有坏的，但是潮水退去之后，我们知道谁在裸泳，不好的会被淘汰，那能够优胜劣汰出来的，就是我们最终所需要的内容。谢谢。我的妈呀！厉害！唐征老师真的针锋相对呀！刚刚对方提到了一句话叫做可食性，那么我现在有一个非常想要虚心请教的问题。刚刚看了大家的表演，我想知道刚刚的表演是可以搬到东方卫视或者同等类型的上星卫视的新闻节目当中去进行演绎的吗？加班加得好累呀，刷会扫腿舞吧。哇，这个不错，给他们刷礼物了。人家在宣讲啊，对，人家在呈现这个形态。有人回答我吗？好，我来回答。因为我们的表演只界定在我们的宣讲模式，并不是说我们的节目。所以我觉得你们同学，我们的模式是你回答完之后要坐下，然后我来反驳你，谢谢。然后我说完，你可以再次站起来，谢谢。请我们尊重规则啊！哇，气场拉满了，女王范儿。然后刚刚其实我们在强调一个点，我们已经把选题这个点过去了，但是你一直还在不依不饶，是不是也觉得我们的选题其实确实是更新、更贴近生活以及更有价值的？哇，黄总也太会了，干得漂亮！然后再来一点呢，你刚刚说到了一个完整性，完整性是什么？是在我们可操作、可落地、可实行的范围内，能够把我们的每一项节目和结构内容能做到小而美，而不是大而全。有的时候呢，什么都想要，可能会害了你。结束。你看看这个经验不足啊，小伙子，送到枪口上了。我来回应一下。我们其实先回应第一个问题。刚才对方说到了新闻价值，我们来说新闻价值是什么？实心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真实性。其实我们在真正的每一个讲述的板块，我们都讲到了我们的新媒体的方式，我们可以趣味、真实、接近。那我们本身的讨论呢，它是一个长效论，它具有实心性。那同时呢，本身这样的一个话题，它的经济啊、文化问题啊，它其实很具有重要性和显著性。所以说，我认为我们的整个的新闻调查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它背后它其实具有非常浓厚的新闻价值。那么，如果对方你们来通过新闻价值来反扣一下自己的话，对方能不能做到这6点呢？哇，他真的，王玉特别适合做学术性的主持人，你看全是各种名词，就是它是一个学术语态。那其次呢，我最后还想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对于嘉宾的选用问题。这个是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一个点。我认为呢，我们用了3个嘉宾，一个嘉宾是连线，2个嘉宾是在现场跟我们进行互动。但是呢，我们在整个的嘉宾所有的对话过程当中，其实跟对方比起来，对方一个嘉宾他要回答很多问题。但是我们的每一个嘉宾呢，他在每一个环节都有精准的用到的地方。同时呢，我们不会浪费嘉宾他自己的这些才智、他自己的观点、他所想表达的内容。所以说呢，我们把每一个嘉宾他的所有的问题设置到了更加跟他匹配的环节。同时呢，我们每一个环节都会跟他进行勾连。对。
好的，我来先回应一下我们的嘉宾数量为什么只选择一个，是因为我们把最主要的部分都放在了采访和访谈的部分，我们想把更多的时间去花在一个嘉宾的身上，然后让他从不同的角度，比如说从经济学的角度，从网络视听的角度，我们选的一个嘉宾也是他也本身是具有多面性的，我们想通过跟他的长效和长时间的交流去跟他进行一个沟通。我们知道这个最后的节目呈现只有30分钟，对方的所有的形式加下来，我估计每一个部分的加起来的内容应该就是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吧。你们如何在5分钟到10分钟做一个比较有深度且有意义，且把每一个嘉宾都用到实处的方案内容呢？还有控场，我看时间快到了，庞真微微压了他一下。对方辩友，我感觉你好像预判了你们的专家提前会说什么。这是什么？你邀请嘉宾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兆丰薛教授。哎呦，现场拍下来了。而且他们预设了专家的问答。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快这点。严损新闻的客观性。并且，因为我确实对你们的选题真的非常感兴趣，所以其实我有一个点想问，就是传播这个东西，它赚钱盈利的模式是什么？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它算不算某种程度的灰色地带？但是我看刚才对方辩友在 pre 的时候，我好像有注意到你们会认为这是一种脱下孔乙己长衫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考虑在跟嘉宾的选取和访谈里面去提到这一点。斯文其实每个攻击都到了要害。薛兆丰教授好像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我们觉得你们的选题是一个社会学属性非常明显的一个选题，所以其实我也很期待看到一些真正的专业领域对口的、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一些专家来做对应的一些分析，这是我们想提供到的一些启发和建议。哇，这个薛老师要是听到了，薛老师会说我可以。薛老师做经济学的大众传播，就是在社会现象里去找经济学的原理，找切口。最后3分钟。好，我先说一下这个预判的问题啊。其实凡是做过节目的人，无论是主持人还是编导，还是作为一个节目的导演，预判一定是需要的。但我们预判的不是具体的，他一定逐字逐句他要说什么，预判的是一个方向，预判的是一个话题，预判的是这个事情可能的走向，以及我们到时候去临机应对的一个办法。哎呦，庞真真的是今天表现得很好。再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很好？其实是从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我们的选题足够新，而且它具有更大的话题曝光量。其实，在传播还是在这个新闻报道的价值上，它是具有先天的优势的。然后再来，它的信息更加的真实和全面。我们既有线下真实的探访，也有线上的一个现场的对谈，以及我们的数据都来自于真实可靠的官媒的数据。再来就是在结构形式的设计上，我们整个框架逻辑是层层递进的，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所以它的选题新，它的逻辑轻，而且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把它做好。这是一波很好的防守，庞真一直是防守。既然是最后1分钟了，我们就缓解一下大家的情绪啊，我们一一回应一下对方的问题，然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其实我们非常认同我们的预判是要存在的，包括因为我们有了预判，我们才可以选择嘉宾，对不对？但是预判不应该成为主流，对不对？什么意思？我们在对方的所有的问题当中，我们会觉得，如果这个教授他不是薛兆丰，他是任何一个人也可以，他可以是吴晓波，他可以是施展，他可以是项彪等等等等。但是这样的预判，我认为他应该我们带着预判的想法去找我们对应的人，然后呢，让每一个人的采访来去反哺到我们的新闻当中，所以他才可以碰撞出更有意义的内容。我们来回到策划案本身，其实这个策划案本身，我们想要说什么，是我们能去有一个提案的能力。那这样的提案能力，它会展现出我们真正有去把这个片子做出来的能力。那么它的展现的标准就是说，我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我想要表达的内容、主题、结构，我的所有的考虑。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结构的完整性以及我们对于主题本身的坚持，让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还有我们的配合，还有我们的配合。好，谢谢大家。很精彩，很精彩。可以。我先说一下，大家的辩论非常精彩啊！像我这样一个日常非常淡定、心跳很慢的一个人，此刻心跳比刚才明显加速了很多。我非常兴奋，兴奋的原因是我看到你们每一个人的优秀和未来的可能性，而且我能够
明确地感受到你们每个人都有着非常丰富的阅读量，是未来你们做所有节目的一个基础，一个宝库。我觉得确实，我们4个人非常统一的观点是，觉得你们这2组完成的都相当好，真的，其实是超出我的预期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完全真的啊，真的实话实说，超出，比第1期的任务完成度还是高。对，完成度要高很多。这么短的时间，当然不是说没有缺点啊。薛兆丰是一个好嘉宾，但让他打全场，对他要求真的很高啊。又要讲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又要讲经济，然后又要讲未来的趋势，他一个人讲不了那么多，能完全代表你们这整个的报道的观点吗？你们这里面有一个部分叫传播江湖的争议与破局，那既然是争议，就说明观点应该是来自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吗？对，是的。那你选择一个专家来阐释不同角度的观点吗？你能不能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你们这档专题片最终要传递给观众的核心思想？一句话。啊，让谁概括？4位，随便谁回答都可以。一句话。看见情绪本身背后藏着庞大的生产力和很多的问题。搜集了这么多的背景信息，有这么多的想法之后，最后要理出一根清晰的主线，想一想，我能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把我想要讲的内容传递给观众去听，而不是堆，玩命的堆，不管是堆形式也好，还是堆背景也好，还是堆内容也好，就是堆，感觉我很厉害，哎呀，我能搜到别人搜不到的东西。是的，要有化繁为简的能力，不要给观众出难题。这个对主持人还挺重要的，因为主持人说的话就是要想办法让你记住，对，而不是显得我在滔滔不绝。对。哎呀 ，OK， 刚才这一段宣讲加辩论，有些人其实展现出了之前我没有认识到的一面，对，然后有些人还是依然如此，依然如此锋利，依然如此引人争论。是，聊聊看谁印象特别深刻，他们表现怎么样？志胜，我其实对冯成朗印象挺深刻的。因为咱们平时看着他就文文弱弱的、彬彬有礼的，但是他上来之后那几个数据给的又准，然后攻击的又是对方刚刚提出来这个东西，而且又把自己方的很好的东西又给传递出去了。是，我觉得他那一下真的让我看到他身上不一样的那种东西，锋芒，锋芒，对对。之前我印象就是觉得他眼睛好看，对，朗朗那个小眼，那个眼睛圆圆眼啊，好可爱，但今天竟然像匕首一样，对，扎出去，直击要害，所以他那一下其实还挺出彩的，我对庞真的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是侯子泰问出一个那个说你们这个能在上星卫视播出之后，庞真起来反驳，说我们这个只是一个宣讲的一个模式。然后侯子泰还想反驳他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规则是你说完就得坐下，然后我说完了你可以站起来反驳我。就那一刻，就是他的气势上已经压过对面了。对，而且声音也不大，就很柔的声音。他很温柔，但是在这种辩论的场合里面，就感觉是不跟你过多大声的说话，但是一直都是在一拳一拳打到你的痛点。是的，真正的锋利是内容，形式越温柔，那个内容啊越是一击毙命。子琪听完之后对谁的印象深刻？一开始我以为捏捏乐这一组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演讲，但发现好像团播这一队从开始选题到演讲到最后的辩论，一直好像是压着对面在走，有这个感觉啊？全林老师是不是有这个感觉？碾压剧。对，我这一期我特别在关心张诗雯啊，因为她第1集出来的时候，其实给了我们那种有担当，对，掌控感。来，你听我的，我们就这么安排，对吧？但我觉得她这一集在当着队长，但我明显感受了她的社交压力。就是我怎么能够把我的团员，把他们的优秀都能够呈现出来？
但越是这样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你统合整个团队的观点，最后要拿成果的时候，可能就会处于相对比较弱势的状态底下。但我觉得这样的初入职场的社交压力，其实大家都会有吧，又要竞争，又希望能够有比较好的人际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挺普遍能遇到的一个问题。诗文是，你们都不关注玉哥吗？那你说说呗，我们都等着你呢。玉哥难道印象不深刻吗？玉哥印象很深刻，深刻到大家都不好评论了，是吗？玉哥别听，是恶评。你怎么这样？其实我对玉哥印象是很好的，在今天这个表现之前的话，其实玉哥之前给人感觉非常稳，而且他的内容的深度上是有明显优势的。但是今天确实，我确实感受到了一个他的小小的短板，就是他有的时候形式大过内容。对，他说话云遮雾绕。对，然后3大段了之后，你听上去觉得句句都是对的，但是拎不出来，他那核心在哪？而且他在整个的团队的沟通的这方面，我觉得他是有他的执念的。啊，对，有他的执念。子泰说的特别对，就是看着委委屈屈的，但大家都得听我的。我感觉子泰那句话还挺准的。我理解智胜他表达那个核心，其实在这个论点上，其实我也是支持玉哥的，但是他的表达方式，对，他的说服力不够。他不是用事理说服，他是用负面情绪施压的方式。他好像有一种行为习惯，我觉得他既没有故意这样，但他生活中可能是这样的性格。其实我说实话，他的观点是对的。他如果踏踏实实一点一点摆道理，把它讲清楚，是完全给打开天窗说亮话，那这个团队里马上就会形成合力。其实另一队就是这样。但是当他使用情绪施压的时候，他会让身边的人很难做。身边的如果也用事理吧，你跟他错开了，身边的人也只能情绪施压。那身边的人都情绪施压的时候，最后就比委屈了。好，做他，就到另外一个很拧巴的一个状态里了。这边其实子泰和诗文已经敏锐地嗅到这一点，他们用他们的一种开朗和幽默停住了继续往下滑的那个趋势。但如果真的大家滑到情绪漩涡里，他们才需要解压玩具。他要练说服力的。对，那这一点他可以多看看我们刚才关于逆风局的讨论，看看能不能在这10几天1个月的过程当中也打好你的逆风局啊，玉哥加油，我看好你啊，我是真的看好你啊，好好加油，